明明是诞生于中华文化中的武侠题材，如今却在隔壁的韩国漫画圈迎来大火。不得不说，他们画的是真不错。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绝对值得一看的5部武侠韩漫。第一部《北剑江湖》，这是我看过画面张力最强的韩漫。幼年男主陈武元是江湖第一势力北天门的少主，祖上世代镇守边关，抵抗邪恶组织，保护中原，却在成功剿灭邪恶组织后，因实力太过强大，被中原武林忌惮。陈武元父亲被整个武林逼得自刎于世，死前只求儿子能活下去。之后北天门被洗劫一空，陈武元虽然活了下来，却也遭受残忍虐待。在所有人眼中，北天门已永无翻身之日。可只有陈武元知道，世间最上乘的武功心法就是北天门本身。他在武林联盟的监视下悄悄练功，直到拥有足够的实力后，便立刻开始复仇。陈武元既是北天门本身，也是向武林复仇的一只恶鬼。从蛰伏到崛起，陈武元的成长线清晰，每一次对战，每一次揭秘，都紧扣复仇主线，节奏紧凑，高燃场面贯穿始终。中后期陈武元的形象是漫画中少见的成熟型，胡子拉碴的样子简直不要太过，其中的反派也被刻画得充满压迫感。很难相信这本充满江湖气息的漫画出自韩国，如果不是漫画后期画师的身体出问题，导致结尾略显潦草，那么《北剑江湖》这部作品绝对能成为武侠漫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。第二部《剑尊归来》，华山剑派梅花剑尊清明联合所有正道门派，与血染天下的魔教教主天魔同归于尽，重生到100年之后的一个小乞丐身上。曾经辉煌的华山派已经彻底没落，前世的他虽拥有极强天赋，却心比天高，听不进师兄想要传承的意志与精神。重获一世的他只想振兴华山派和报仇雪恨，其中每个角色都不是非黑即白，而是有血有肉，与主角一同贯彻道的精神血脉传承。剧情在爽的同时，着重刻画了情与义，以中华大地为背景，处处都能让读者体会到道家的魅力，并且漫画的基本功和打斗画面十分流畅，整体来看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武侠类作品。第三部《怪力乱神》，魔神转生成的男主朕天生就是极恶之人，爷爷在世时他还能压制心中的恶，可当他亲眼看见爷爷断成2截后，心中的恶被彻底释放，他癫狂屠戮了所有可能跟爷爷之死有关的人，在被武林家族公子选为替身后，用最快的速度杀死了公子，摆脱替身身份，从此踏入武林，开始了自己的万杀之路。男主凭天赋碾压所有人的同时，智商也很高，他不仅仅是杀伐果断，而是只凭心眼杀光所有人，靠吸收他人死亡时逸散的死气修路，突破毫无瓶颈。没有其他漫画主角的正派，怪力乱神的男主是纯正的邪魔，无洗白无圣母，嗜血残暴，纯理解，享受杀戮，画风也是肉眼可见的精致。对喜欢爽文的读者来说，可能称得上是一本神作。同一世界观的某天成为魔神，绝对见感，也是值得一看的武侠类漫画。第4部狂魔重生，武林狂魔李子霞在盗取魔教至宝天玉后坠崖重生，回到少年客栈店小2世纪，重练前世绝学，融合天域里的各路高手功法，秒虐曾经欺负自己的人。他决定不再重蹈覆辙，而是要利用这次机会提升自己的实力，血洗江湖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在客栈立威，快速积累第一桶金与势力，凭实力一路杀穿，恶名传遍江湖。这本漫画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它的反差，主角虽然实力强大，却也时常犯贱，在热血的剧情中充斥着不少逗逼情节。整体来看，可以说是一部优秀的武侠作品。第5部绝对回归，天下第一高手花无忌血洗了整个武林，男主剑无极作为天魔之子侥幸苟活，为了复仇，他用一生收集到各种至宝，只为让鬼门施展回归大法，送自己回到过去。只因这个时代的花无忌无人能敌，唯有回到过去方有一线生机。重生后的剑无极心智成熟，杀伐果断，智计无双，扮猪吃虎，以一己之力改变身边人甚至整个教派的命运。这本漫画的独特魅力就在于他对情感的刻画与有深度的文戏，不过也因此节奏较慢，导致评价褒贬不一。整体来看，也可以说是一部优秀的武侠作品。如果你也钟爱武侠江湖，这5部作品绝对不容错过。他们用不一样的笔触续写了武侠的传奇。大部分武侠韩漫都是以中华大地为背景，漫画中时常出现我们这里的真实地名，也算是一种变相的文化传播了。大家认为最好看的武侠漫是哪部呢？可以分享在评论区。